从没见过如此可怕的反派。他不仅可以支配死去怪兽的灵魂，就连奥特战士的必杀光线都无法将他消灭。在欧布前去追击雷伯特斯后，战场上孤身一人的赛罗被火山怪鸟巴顿从背后偷袭，并把他打回原始形态。紧要关头，杰克从天而降救下了赛罗，接着岩头队长也赶来支援，而赛文来到儿子身边，一把将他扶起。老当益壮的七爷当即表示，想在赛罗面前好好表现一番，让他学着点。话音刚落，赛文冲向前去开始应敌，只见他抓住机会放倒金骨桥，然后挥拳打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。与此同时，以一敌二的杰克也是凶悍无比，他先是撂倒双尾怪兽，然后释放必杀光线干掉了古敦，接着丢出手中的奥特标枪，轻松消灭了2头怪兽。而佐菲直接使用 M87光线将火山怪鸟炸成一堆鸡毛。赛文不甘示弱，他手握头标，对金骨桥划出一套幻影剑法，最后一脚踹去完成了收尾工作。另一边，欧布使用斯派利敖光线射向雷伯特斯，不料雷伯特斯开启防御，将攻击回敬给对方。在一声爆炸中，欧布切换成3重形态，紧接着扔出一个巨大光轮，直接把雷伯特斯切成2半。欧布刚松一口气，身后突然出现一团火球，把他打回原始形态。原来雷伯特斯拥有不死之身，这种攻击对他根本不起作用。接着他便飞向怪兽牧场。不久之后，奥特兄弟和欧布会合，众人经过商讨后决定兵分2路。光辉赛罗开启闪耀空间，准备对欧布进行特训提升实力。杰克和佐菲则前往怪兽牧场阻止雷伯特斯。谁知雷伯特斯已经使用咒语找出了终极战斗仪。雷伯特斯见到奥特战士追来，于是举起战斗仪召唤出泰兰特来对付杰克和佐菲，自己则去往牧场深处准备复活怪兽军团。佐菲察觉情况紧急，想要尽快消灭泰兰特。与此同时，欧布在赛文和赛罗的特训下，很快便领悟了亲子之力。他将这股力量融合成智勇形态，然后火速抵达了怪兽牧场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形态相当霸气，这也让欧布也感到信心十足。佐菲和杰克也是倍感惊讶，没想到欧布能成长到这般优秀。话不多说，决战开始，三奥联手对泰兰特发起进攻。只见他们配合默契，招招命中要害。赛罗和欧布更是使出回旋踢，同时一脚踹向泰兰特。为了尽快结束战斗，三奥当即使用极速光线射爆了眼前这头怪兽。杰克看见后辈出色的表现后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众奥稍作寒暄后，赛罗召唤帕拉吉之盾，开启空间传送门，与欧布一起前往怪兽牧场深处。此刻雷伯特斯正举行怪兽复活仪式，欧布从天而降，吓得他后退数米远，而赛罗解除了终极形态，准备稍作休息。这时欧布释放3重艾梅利姆光线，直接贯穿了雷伯特斯，但对方拥有不死之身，立马使用战斗仪进行回击。至强形态的欧布竟徒手挡下光线，轻松随意化解。眼看法术攻击不起作用，欧布拔出头标，迅速和雷伯特斯在这片区域展开巅峰对决。只见欧布宛如王者一般所向披靡，3秒之内便对敌人砍出数百刀，就连赛罗都赞叹不已。接着欧布发动另外2只头标协助，打得雷伯特斯毫无还手之力。欧布起身后退半步，将头标放在2边，然后迅速指挥头标进行补刀。释放大招的同时，欧布还不忘学赛罗的口头禅，想要消灭我们，你还早了2万年呢。大招直接贯穿雷伯特斯，随着欧布潇洒转身，雷伯特斯被炸成了灰烬。但赛罗注意到终极战斗仪也不消失不见。光之国内，佐菲邀请欧布加入宇宙警备队，但欧布只想浪迹在各个宇宙，于是变回人间体的红凯离开了光之国。然而一股邪恶力量此刻正在怪兽牧场不断汇集，身受重伤的雷伯特斯准备复活贝利亚帮他报仇，可当他念完咒语后，却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他感到十分不解，难道贝利亚还活着吗？就在斯雷伯特斯疑惑之际，贝利亚的身影缓缓走出，依旧是魔王的风格，只一招必杀光线，打得雷伯特斯魂飞魄散。至此，贝利亚又拿回了终极战斗仪。同时，光之国内身为科学家的希卡利已经研发出蕴含强大力量的奥特胶囊，准备投入战场解决危机，可还没来得及使用，赛罗在决战贝利亚的过程中被打成重伤。贝利亚看见奥特兄弟前来支援，于是举起战斗仪，召唤出足以摧毁这片宇宙的时空炸弹。众奥见情况不妙，纷纷撤离了战场，但这片宇宙已经难逃灭顶之灾，因为爆炸所产生的黑洞开始在吞噬各个行星。紧要关头，奥特之王冲向前去，使用自身全部的力量修复了整个宇宙。另一边，贝利亚的手下辅警出 K， 趁机潜入希卡利的实验室偷走了奥特胶囊，接着利用奥特胶囊的蓝本复制出怪兽胶囊。很快时间来到数年以后，赛罗为了扫清贝利亚的残余势力，来到了奥王修复的宇宙，可他发现帕拉吉手镯已经损坏。此时黑暗洛普斯出现在地球上，并释放光线碾压这里的奥特战士。危机关头，赛罗从天而降，黑暗洛普斯转身望去，然后手握头标对赛罗发起进攻。只见赛罗侧身躲避，然后一脚踹向敌人。这时黑暗洛普斯释放光线进行反击，而赛罗也使出相同的技能回应。眼看打不过对方，黑暗洛普斯撤离了战场。赛罗想要追击，但发现体力已经透支，接着看向身后的奥特战士。突然赛罗从他身上感受到贝利亚气息，赛罗准备询问情况，不料对方能量耗尽，变回了人间体招昌路。赛罗疑惑之际，旁边的房屋开始坍塌，掉落的石块砸向一位学生。紧要关头，一位名叫令人的青年前去搭
拉就时不小心踩到香蕉皮，接着发生了一场悲剧。画面一转，令人躺在医院，赛罗被他英勇的表现感动，于是为了救下对方，同时修复帕拉基手镯，便附身在对方。至此，赛罗的第3位人间体诞生。时间临近下午，赛罗找到了招苍鹭，想要了解他的身份。从2人的对话中可以得知，原来招苍鹭的真实身份是贝利亚的儿子，是辅警初 K 利用贝利亚的基因制造而成，但他和自己父亲的想法背道而驰。他想要守护这片宇宙和地球，所以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做斗争。因为自己是贝利亚的儿子，这一度让他很困扰。赛罗也不断鼓励小鹿，他说不管自己什么出身，你就是你，所以一定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。此时，在一颗紫色陨石内，贝利亚的身影突然出现，原来他并没有死，准备对来到地球的赛罗复仇，带着强烈的压迫感并放出狠话，这次一定要让赛罗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绝望。